我一些好朋友，他们在这个华尔街做事情呢，其实一天到晚他们在做的工作就是教电脑怎么样去做风管，还有金融业里面的一些达人的 know how，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东西。风控新纪元，金融科技的新时代已经开启。今日，我们将进入人工智慧和金融科技融合的世界，探索它们如何塑造金融行业的未来。人工智慧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智能和效率。透过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评估风险，提升风控能力，并为金融机构带来更稳健的运营。同时，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也让我们的金融服务变得更便捷、更个性化。让我们一同探索人工智慧和金融科技的无限可能性。你有问题，我们有答案。欢迎来到天下纵横谈之有问必答。今天呢，我们要跟你一起探讨人工智慧还有金融科技在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到的一些挑战还有风险呢。这些挑战也许包括了数据的隐私，甚至是伦理道德，还有监管法规等等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也就是 AI 科技达人蔡卓南。Cho您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来，第一个问题哦，Cho，我好想要知道，你觉得这个人工智慧啊，它是怎么样改变了所谓的金融行业的商业模式的？这一点我觉得很明显的，你如果去大街走，其实很多银行分行现在逐渐的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些银行的模式，他们都搬到网上了。在网上呢，你可以经过这个 APP 啊，刷一下，你就可以进入开你的户口，然后直接刷个你的脸或者你的 ID， 然后你还可以申请贷款。那很多这些的服务都已经非常方便。我记得之前呢，可能你要花半天的时间去开户，现在是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改变。小时候呢，还要去到银行里面才可以所谓的 cash your check，right？ 现在任何一个 ATM 都可以了，对不对？是。小时候呢，还必须要到银行里面才可以真的去把 check 存到银行里面。现在一张照片就可以做到了。不过这么方便的情形之下啊，提升客户体验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除了我们时间缩短了以外，还有其他的 AI 智慧智能的地方，是可以帮助到真正所谓客户的体验的吗？当然可以。在这一方面，通常这些 AI 都是利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形成的。那它非常了解你这个客人的这个属性还有习惯。那基本上你进去某个 APP 或者网站的时候，你其实还没有进门，它都已经了解你了。所以你一进去它马上给你提供这个提供那个服务，都是非常适合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知道你的年收入多少，你家里有几个人。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对这个金融科技上面的很大的改变。刚才啊，达人也提到了，其实不管你还没有进到银行里面啊，他就已经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所谓的投资跟风控这两个大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这么去相信所谓的人工智能了吗？我觉得现在是。我们正在走一个不可回归的路。我一些好朋友，他们在这个华尔街做事情呢，其实一天到晚他们在做的工作就是教电脑怎么样去做风管，还有很多这个金融业里面的一些达人的 know how，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未来的情况下，5年、10年，其实都是一直被看好的。这个就很重要了。原来是人先去教 AI 怎么样去做所谓的风险管理，甚至是怎么样做投资。那这样教到最后，人不就没工作了吗？达人是，这个是无可避免的。这半年来，因为生成式 AI 的关系，有一些比较低阶级的、简单的。可能还是比较劳力化，在电脑上面的工作已经完全被 AI 取代了。所以你说在未来的几年里面，其实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就连那个电脑工程师的工作也会逐渐变得有点不一样。在这么大的环境啊，一直的在被 AI 人工智能取代之下，金融行业。因为它一直被取代嘛 ，right？ 有没有可能取代到一个程度，连金融行业都被取代呢？我完全都不需要人啦。我觉得可能有一个程度呢，在上面做这个大方向领导的，那可能暂时还不会被取代。
但是在很久的将来，这个东西都很难说，因为像我最近看到一个电脑 AI 程式，它很厉害，它基本上你给它一个命令，它会做什么？它会做市场调查、市场分析，然后它会1比1的把它的这个逻辑分析给你听，然后做出一个答案，还有或者一个结论。这个是以前 AI 都没办法做的，但是现在已经慢慢发生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了。所以我觉得到最后，的确剩下的这些产业呢，除非是非常高复杂度，不然的话都会给这个人工 AI 做走啊。都有可能是被取代的。可是，就像刚才达人提到，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时代的潮流一直在进步当中。20年前、30年前发生的事情，我们之前也都想不到，不过也都被现代的科技而取代了。最后一个问题哦，我想要请教达人的哦，就是其实金融科技啊，未来的发展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觉得现在有哪些关键因素是我们真的要去了解的吗？在未来的发展，你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呢，就是说，这个金融包容度会更大。比如说传统的一些市场或者是新兴的市场，那些他们从来没办法拿到银行服务，因为太穷或者就是不识字这种情况下，逐渐会减少。比如说还有这种区块链的这种加密货币，这些东西都慢慢的在这个某些国家已经开始在用起来了。所以这种服务，金融科技的服务会更扩大，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安全性也会相对的来说提高很多。这样的话，大家的隐私都会受保护，然后更放心的去用这些金融服务。其实啊，这整个地球本来就是一个大的地球村，不是只有已经发展的国家可以享受这些金融科技。就像刚才达人提到的，在新兴的发展国家当中，如果有了这些金融科技进入到他们的领域当中，他们的人群们，甚至他们的人民们，可以更快的、更有希望的在掌握金融市场。你有问题，我们有答案。谢谢您收看今天天下纵横谈之有问必答，也欢迎您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SkyTalk US 还有有问必答的脸书上面留言，让我们一同探索各个生活面向，提升智慧还有生活品质。我们有答案，欢迎来到天下纵横谈之有问必答。从日常生活的大小事情到社会热点话题，我们邀请各行各业的资深嘉宾和你一起以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讨论。你有问题，我们为你解答。